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中国有华为、比亚迪、大疆、小米；美国有特斯拉、微软、谷歌、甲骨文。那问题来了，新加坡有什么？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不是企业，而是樟宜机场、金沙酒店、祖屋、金融中心或者海南鸡饭。但如果继续追问一句，新加坡到底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大企业？可能很多新加坡人自己也未必能马上说出几个名字，这就很反常识。因为新加坡明明是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，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、城市治理，几乎样样都能拿出来讲。可是到了企业这一块，很多人的印象却是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本土巨头。但数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2025年财富东南亚500强榜单里，新加坡上榜企业有82家，这82家公司合计营收达到6576亿美元。占整个东南亚500强总营收的35%，也就是说，新加坡企业数量不是最多，却拿走了超过1/3的营收。更夸张的是，东南亚500强前10名里，有一半企业总部都设在新加坡。所以今天真正要聊的不是新加坡有没有大企业，而是为什么很多新加坡人都没听过这些企业，他们却能在东南亚500强里拿下这么高的营收。很多人判断一家企业厉不厉害，标准其实很简单，我有没有听过？我有没有用过？它有没有门店？它有没有广告？它的产品是不是天天出现在我眼前？这个标准不能说错，因为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企业最容易被记住的方式，确实就是品牌曝光。你用苹果手机就知道苹果，你开特斯拉就知道特斯拉，你买小米电器就知道小米。但这个标准更适合判断消费品牌，不适合判断新加坡企业。因为很多真正赚钱的新加坡企业，并不是靠普通消费者记住他们来赚钱。他们做的不是手机、汽车、社交软件、奶茶、服装这些容易被大众感知的生意，他们做的是能源贸易、金属矿产、粮油加工、农业供应链、金融服务、跨境物流、区域电商、数字支付。这些行业离普通消费者的注意力很远，但离整个经济系统很近。比如榜单第1名 Trafigura， 很多人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，但他做的是石油、天然气、金属、矿产这些基础商品的全球交易。再比如 Wilmer， 中文叫丰益国际，很多人没听过 Wilmer， 但你可能听过金龙鱼。还有 OLM 做的是咖啡、可可、棉花、坚果、谷物这些食品和农业供应链。这些公司不是靠让你记住品牌来证明实力，他们更像经济系统里的基础设施公司。普通人看到的是汽油、食用油、咖啡、银行服务、网购包裹和手机支付，但在这些日常生活背后，还有一层更复杂的供应链、金融链和交易网络。这就是新加坡企业的第一层误解。我们太习惯用消费品牌的知名度去衡量一个国家企业的实力。但新加坡很多大企业恰恰不在消费端最显眼的位置。2025年财富东南亚500强里，新加坡上榜企业一共82家。从数量看，它不是第一，但这82家公司合计营收达到6576亿美元，占整个榜单总营收的35%，这个比例非常高。它说明新加坡企业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，而是靠单家公司规模大、营收密度高。再看榜单前列， Trafigura 排名第一，营收达到2432亿美元， Wilmer 营收达到673亿美元， OLM 营收达到420亿美元。这些数字放在一起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：新加坡企业的营收密度很高。什么叫营收密度？简单说，就是企业数量不一定多，但每一家能做出的生意很大。这和新加坡的市场条件有关。新加坡本土人口少，本地消费市场不可能像中国、美国、印尼那样庞大。如果一家企业只做新加坡本地生意，天花板很快就会出现。所以能进入东南亚500强前列的新加坡企业，很多从一开始就不是本地型企业，他们做的是区域生意和全球生意。Trafigura 做全球大宗商品贸易， Wilmer 做跨国粮油和农业综合业务， OLM 做全球食品和农业供应链。DBS 做的不只是本地银行，也服务区域金融和企业融资。Shopee、Grab 面向的更是整个东南亚数字消费市场。所以看新加坡企业不能只问它在新加坡有多出名，更应该问它服务的是多大的市场。
它连接的是多少国家？它所在的行业是不是高流量、高交易、高资金密度的行业？一旦换成这个视角，新加坡企业的实力就清楚很多了。这些新加坡企业的隐形冠军主要藏在4类行业里。第一类是能源和大宗商品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Trafigura， 它在2025年财富东南亚500强里排名第一，营收达到2432亿美元。它不是一家卖手机、卖汽车、卖咖啡的消费品牌，它做的是石油、天然气、金属、矿产这些全球大宗商品贸易。能源影响运输，金属影响制造，矿产影响工业。所以 Trafigura 这种公司不需要站在消费者面前刷存在感，它只要站在全球商品流动的关键环节上，就能形成巨大的营收规模。第二类是粮食和食品供应链，这里可以看 Wilmer 和 OLAM。Wilmer 也就是丰益国际，2025年营收达到673亿美元。很多人没听过 Wilmer， 但如果提到金龙鱼，很多华人家庭马上就有画面了。OLM 的营收达到420亿美元，它做的是咖啡、可可、棉花、坚果、谷物这些食品和农业供应链。新加坡没有大片农田，也不是资源型国家，但它可以通过贸易网络、仓储物流、融资能力、加工能力和全球客户关系，参与农产品流动。这类企业赚的不是种地的钱，他们赚的是组织全球供需、管理风险、提高流通效率的钱。第三类是金融系统，这里最典型的是 DBS。DBS 对很多新加坡人来说并不陌生，但它的重要性不只是本地银行业务，个人看到的是账户、信用卡、房贷、转账，企业看到的是融资、结算、资本市场、风险管理和跨境服务。一个贸易公司要做大，需要金融支持；一个科技平台要扩张，需要资本；一个跨国企业要管理多个国家的业务，也需要稳定的金融服务和制度环境。第四类是科技平台 ，Shopee、Grab 代表的是新加坡企业的新一代打法。Shopee 做的是东南亚电商入口， Grab 做的是出行、外卖、支付和金融服务。他们和传统贸易公司不一样，普通人更容易直接使用他们的产品。但他们和前面几类企业有一个共同点，都不是只靠新加坡本土市场做大。Shopee 面向的是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消费者， Grab 也不是只服务新加坡，而是把业务扩展到整个区域。所以新加坡企业的隐形冠军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行业，有的在能源里，有的在食品里，有的在金融里，有的在科技平台里。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不一定最有名，但一定站在高价值环节上。新加坡本土市场这么小，为什么能养出这些企业？答案不是人口，也不是资源，而是枢纽能力。先说贸易枢纽，新加坡连接亚洲主要航线、港口、物流、仓储、航运服务和国际贸易体系都非常成熟，这对大宗商品、能源、粮食、食品供应链企业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庞大的本地消费者市场，而是一个能让货物、资金、合同和信息高效流动的地方。再说金融枢纽，贸易公司要做大，不只是买进卖出，它需要融资、汇率管理、价格风险管理、跨境结算、保险和银行支持。科技平台要做大，也需要资本市场、投资者、监管框架和区域金融服务。所以金融不是单独存在的行业，它和贸易、科技、供应链是连在一起的。再说区域总部，新加坡的制度稳定，法律体系清晰，英语环境成熟，人才国际化程度高。这些东西听起来不如爆款产品那么刺激，但对跨国企业非常关键，因为你做的不是一个城市里的小生意，你要管理东南亚多个国家、不同语言、不同货币、不同监管环境的市场。这时候新加坡就很适合做总部，总部在新加坡，市场在印尼、泰国、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，甚至更远的全球市场。最后一点，本土市场小，反而倒逼国际化。中国企业可以先做中国市场，美国企业可以先做美国市场，但新加坡企业如果只做新加坡，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。所以真正想做大的新加坡企业，从一开始就不能只盯着本地。这就是新加坡企业的底层逻辑，不是靠本地市场养大自己，而是把新加坡变成一个控制台，从这里去连接货物、资金、人才、法律、技术、平台和区域市场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
新加坡有什么企业？如果只凭第一反应，很多人可能真的说不出几个。但如果从东南亚500强全球供应链、金融系统和科技平台来看，答案其实一点都不少。新加坡有 Trafigura 这样的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，有 Wilmer、OLAM 这样的食品和农业供应链公司，有 DBS 这样的区域金融巨头，也有 Shopee、Grab 这样面向东南亚几亿人口市场的科技平台。这些公司不一定天天出现在你眼前，但它们影响的是能源、食品、资本、电商、出行、支付和区域消费。这就是新加坡企业很特别的地方。他们不一定靠声量取胜，而是靠位置取胜；不一定靠本土市场取胜，而是靠连接东南亚和全球市场取胜。所以下一次有人再问新加坡到底有没有拿得出手的企业，你可以告诉他有，而且很多，只是他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出名，他们是隐形冠军。最后也想问问你，你觉得未来最有机会成为新加坡下一个世界级企业的行业，会是金融、贸易、科技平台，还是 AI 和半导体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也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给朋友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